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这期节目是跟我之前开箱的 iPad Pro 有关，到手了也将近1个多月了，就想给大家，特别是关于我学习画画的经验，因为整个6月份我是每天都会在我的 Instagram 上传一张我当天的画画。其实很多朋友对我的画画很好奇，很多人甚至在问你是用什么制作的，我说我是 iPad 画的，你说那就是制作的。所以很多人对于电子绘画和传统绘画还是有很大的，就可以看出来大家对电子绘画认为还不是一种真正的绘画，而是一种制作。 whatever 你们自己认为就好，我认为是一种画画就好。作为一个画画小白，我必须要说，这40多天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，怎么说，很神奇的。我真的是一个绘画小白，我从小到大，除了小时候或者是上学时候必须上的美术课，我从来没有认真系统的学习过。而且我个人认为，对于结构和色彩的辨识，我的能力也是非常低。怎么说呢？你如果让我画一个房子，画个太阳，我可能跟小时候学的一个太阳几道光芒，房子上有窗户有门，就差不多就是那种水平。我唯一可能就是因为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漫画，以前看漫画的时候啊，就会学着漫画书上画一些大眼睛的美女，或者是大眼睛的那种帅哥。你知道，作为80后的那时候喜欢的漫画，人体比例都是非常的不真实。那个柯南你们看了吧？就像那种，但是小时候看就是眼睛就占到整个脸的1/2，但小时候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美，所以就会画一些那样的方式。实际上其他的我真的是对于画画没有任何的学习，但是我自己本身是对画画还是有点兴趣的，平时也很爱去一下博物馆呢。我尤其是对现代艺术比较有兴趣。怎么说呢？你不需要懂很多的历史，你只是觉得，这个东西好看不好看，你可以从很真实的那种感受来体会。我自己很喜欢的风格，实际上是很简单，或者是如果你们知道那个村上春树以前雇佣的一个绘画师叫。他画的东西其实线条都非常的简单，然后用的色彩都是那种中文叫什么对比度非常强的那种颜色，比如说蓝色啊、黄色啊、红色，可能就用了几个基础的颜色，但是整个画面我会放一些图在这里，我在网上搜的，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风格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自己通过这段时间的练习，我就可以像他那样进行一些创作，但是我想通过各种不同的练习，达到我之后画出来的房子不是那种一个三角形，然后下面有窗户那种形式啊，画太阳也不至于只是一个圆几道光芒。怎么说呢？电子画画跟传统画画虽然非常的不同，但是你还是要有不断的练习。我待会儿会放一段我整个40天之内的一些进步。在最开始的5天，我没有学习任何的东西，我只是在练习，比如说练习画线条，练习画平衡线，练习画对称。我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对颜色的采变，所以对颜色的认知实际上是在我这1个月的练习当中画的一些对颜色有一些敏感度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你在最开始也主要是以临摹和照着老师的教程来画，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创作。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主要是以在网上看的教程为主。如果你们有兴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下面就会放一些我主要用的工具是我的iPad Pro 11寸2018年版，用的主要软件就是 Procreate， 然后用 Apple Pencil。我在做我自己的一些怎么说那个绘画的录屏时候，我会加一些我自己的解说，也让你们可以看到我跟的是哪些老师，用的是什么样的色彩。希望你们对这期视频有兴趣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在 iPad 上练习的录屏画面，练习的主要是根据油管上 Art with Flow 的教程，还有 B 站上提笔学画画的一些教程来画的。虽然提笔学画画后来它基本上没有怎么更新，但是必须还是要提到它对于我对线条和 iPad 的熟悉，在最初的阶段起到了非常有用的作用。我现在偶尔还是会练习一下，比如说最开始的那一段是画直线，就是用简短的直线把整个画面填满，而现在
看到的就是画圆圈。你们可以看到我刚才的那个线条其实不是特别好，而这个就主要是画线条以及平行。这个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练习，比如说直线、弯线，对之后的画画都非常有用。虽然电子画画比起传统画来说很容易修改，而且它有一些自定的功能让你的线画得更直，但是没有基本功的话，不管你有再好的技术，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些大神那样的线条看起来很和谐，画起来很顺畅的这种感觉，必须还是要练习。我练习了这段时间之后呢，就开始跟着油管上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一些视频在画。最开始的时候我有跟一个叫做我现在忘了叫 Brad Brush 的视频主，他讲得很详细，他有一个5个课程还是7、8个课程的一个教程，就大概让你了解 Procreate 的性能以及如何运用笔刷。当然他自己最大的卖点是他制作了一套笔刷，但是我并没有买。可是你不用它的笔刷，你用 Procreate 自带的一套笔刷也可以画出他介绍的一些东西。所以如果你们想在进阶最开始的阶段了解 Procreate， 我觉得 Brad with Brush 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老师。在之后呢，我就跟着在这一段 practice 就是练习的画面完了之后，我放的第一个录屏就是 Art with Flow 的教程。看起来那幅画是很复杂，可是画起来，以我当时从来没有画过类似于画的人，我好像是6月5号还是6月6号第一次就画那幅画，就是我现在看到这幅画。其实你跟着他的教程一步一步来，虽然看起来很难的，可是做起来还是真的是很容易。我必须要说，这一排树并不是我自己画的，而是他赠送的一个笔刷。但是你看到我现在的这个就叫 James Julian， 他的教程你看到我现在画这些树全部都是我自己手画的，我非常推荐这个老师，他讲得非常的好。他经常就在他的教程里头说，他也知道有很多老师创造了很多笔刷，让大家直接就可以很便利的建立那些画画，但是如果你自己不练习，没有建立对字迹的熟悉，你永远都是只是依靠这些笔刷来说，那对你的画画并没有一个质的提高。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曾经对笔刷有一段非常的执着，也下载了很多什么水波纹的笔刷、草地的笔刷、云朵的笔刷。可是自从我跟了 James Julian 的，我就从来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画，虽然可能很长，而且有时候会打击你的自信心，但是我觉得跟着他画的时候，你会慢慢提高自己的水平。像我跟着他画的水，他画的火，都让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学的非常的多。我之后还会放一些我跟着其他的一些老师画的一些，不管是跟着他们画，或者是因为他们受了启发画的一些东西，从中你们也可以看到我在这40多天以来的一个进步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跟着 Guy 画的。当我开始在 Instagram 上收 Procreate 作画的时候，他的标签就排在非常的前面，然后看到他的图，觉得简直是太美了而且配色是那么的和谐。我必须要说，在我这40多天的绘画当中，我唯一买的色彩盘和笔刷盘都是 Guy Shields，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，真的是对你的绘画有很大的启发作用。我也希望如果以后能够作画的时候像他那么流利，而且非常他的画没有任何的底稿，就是直接上手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一开始就跟着他画还是有点难度的。现在看到的是我跟着 B 站上的这位 UP 主，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画风格就是水彩，但是水彩真的是很难画，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因为就算是笔刷在 Procreate 里头也是有叠加啊，它很多性质是和你水彩的性质是一样，所以上色你就必须要自己上色。
所以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个难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大的。最后放的这一组是跟着一个 YouTuber 画的，有跟着他画的就是牛油果、洋葱和西兰花。之后的3个是我自己发挥的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一套系列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会画更多的不同的我喜欢的水果呀、蔬菜呀什么的，能把他的这个精神发扬光大，画的还是很开心的。为了这个视频，我用 Osmo Action 戴在头顶上录了一段我画的经历，录得非常的不好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，请大家原谅。但是至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是如何作画的。这个就是用了一个不到5分钟时间画的一幅很简单的画。首先把背景涂上红色，我想画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出。首先日出嘛，就要在背景打一些太阳的光芒，就大概是从橘红色过渡到黄色的一个颜色。接下来呢，就想在画远处的山，大家可以想象远处的山的颜色是比较浅的，近的呢就会更深。我随便就选了一个比较亮的紫红色，用同样的方式接下来画了另外的2层山，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越来越深。最后画近处的山的时候，你就会用比较深一点的颜色。当然你可以加细节，比如说加树啊，加山谷里的房屋啊，但是因为是为了展示告诉大家我是如何画的，所以我用的很简单的一个画法。最后你看再加的是近处的山，就是非常深的颜色。最后呢就需要画一个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太阳了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电子作画比较容易的是在 Procreate 里头画的圆，你可以运用软件让你的圆更完美。就像这样，你画一个圆，用手指点住屏幕，圆就可以自动的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圆。然后你再选择大小，最后把黄颜色涂到太阳里头，颜色就满了。最后这是我的成画。不知道你们看了我的这么多练习和对照着老师的视频画的有何感触？你们可以看得出，这是一个40多天前完全没有绘画能力的小白的进化过程吗？实际上，我觉得画画就和你学习其他的任何东西一样，只要肯不断的练习，你就能够得到提高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有很多人都觉得画画一定要画得如何真实，就像我在视频中推荐的那个 James Julian 老师说的，他说如果每个人画画都是和真实的一样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画画不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这是好像是真实，但是你又知道它是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需要对某些东西太苛刻。像我在画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哪个部分画得非常的不好，但是我在给我朋友讲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完全看不出来，其实画的还是很好的。所以呢，到某一个级别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出某些地方的细节。但如果大家只是说这个东西美不美，觉得对自己的欣赏水平那种，我觉得普通人可能就只能看一个大概。这样就是我们所追求的，你对生活的这个怎么说？我感觉已经词穷了。反正我就觉得画画嘛，你就本着自己的兴趣就好，不需要说你真的要画的如何的精致，那才叫有意义。你如果没有个几十年的练习，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境界呢？像我这种才画了1个月的，我也只能说，画的还可以，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个很大的赞扬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开始学画画，那就不管是传统的画画还是电子画画，只要拿出你的笔，然后用你的纸或者是一个 iPad 或者是其他任何电子工具，你如果只是不断在网上看视频，或者是觉得你看了一下你就会懂了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。没有真正的练习，你就不会达到你想要的水平。希望之后我还能做一次1个月或者是半年之后，看我自己能够创作的时候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作品。那个是我觉得学画画最有意义的东西。你如果一直都是照着别人画，那实在是真的没有意义。你想，就像你说一门语言，你如果只是能听懂，
那可能就是没有那种你自己都能够说出来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强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拜拜。